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最近兜兜更新的一直都是剧情解说，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好久没有做过的盘点，就盘点一下《斗罗一》里面唐门的暗器。唐三前世是唐门的外门弟子，因为太过上进、太天才、太热爱，偷学了唐门的内门绝学玄天宝录，被唐门的长老们追杀，最后跳崖明志，穿越来到了斗罗大陆。这么一个天才，就算是来到了斗罗大陆，也是继续让自己的暗器发光发热。《斗罗一》里面唐门的暗器总的来说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击扩类和手法类。击扩类和手法类这两种暗器到了最巅峰的时候，各自都有它不同的特点。击扩类暗器达到巅峰的特点，就是可以让一个哪怕从来没有见过暗器、没有使用过暗器的人，也能凭借它击杀绝顶强者。而手法类暗器的最终特点就是化繁为简，以最朴实无华的攻击产生最强大的效果。手法类暗器是需要一些特定的手法才可以发动，这些特定手法在书中概括起来，基本就是玄天功、玄玉手、控鹤擒龙、鬼影迷踪等等。因为在书里面一些顶尖暗器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写明了这个暗器是排第几名，所以兜兜这个视频只做盘点，不做排名。而且书里面的暗器比较多，所以兜兜就只盘点一些比较重要的暗器，像含沙射影、飞天神爪、龙须针、诸葛神弩这些，兜兜就不一一介绍啦。好啦，接下来兜兜就直接进入正文，先为大家讲一下击扩类的暗器。佛怒唐莲，佛怒唐莲是玄天宝录暗器排名的第1名，是击扩类暗器。它的外形类似一朵盛开的金莲，属于大范围爆破的群体攻击，爆炸时就像是金玉碰撞产生的声音。小小一朵不起眼的莲花，攻击力却十分惊人。在嘉陵关一战中，萧巫使用它对抗武魂帝国的天使军团时，瞬间一次性解决了开启武魂真身状态下的76名魂圣。这一手让天斗帝国的士气大涨，就连唐三也没想到佛怒唐莲的效果会这么好。唐门最顶级的暗器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视防御，也可以说是极限破防。这一战中，唐三最初只以为能破掉武魂真身状态下魂圣的防御，但实际效果却比唐三想象的好很多很多。暴雨梨花针，暴雨梨花针在唐门击扩类暗器里排名第2，在群攻上它不如佛怒唐莲，但论单体攻击，暴雨梨花针的效果比佛怒唐莲还要可怕。暴雨梨花针使用时可连续发射27枚梨花针，不过它的制作十分难，因为它需要用深海沉银的银母打造。但制作暴雨梨花针并不仅仅只是原材料的困难，就算是唐三这个暗器天才，也一直都觉得自己对暴雨梨花针的研究还差了些东西，直到看到楼高前辈打造出的暴雨梨花针，他才知道原因。只有在暴雨梨花针成型之时，以人的血气来开启深海沉银银母的锐气，才能成就这天下第1击扩类暗器孔雀岭。孔雀岭是唐门击扩类暗器里面排名第3的暗器，它和佛怒唐莲一样属于群体攻击，发射时犹如孔雀开屏，辉煌灿烂。孔雀岭是圆筒状，长1尺，筒身上有2处按钮，第一个按钮能瞬间上击扩，第二个则是用来发射暗器。孔雀岭内一共有365枚暗器，这些暗器一共有12类，作用分别是穿刺、炸伤、剧毒等。这12类针分别是穿骨针、雷火针、破甲针、烈刃针、镇魔针、霸王针、明阴针、断龙针、灭狱针、龙须针、陨灭针、七杀针。其中威力最大的是陨灭针和七杀针，可以瞬间夺人性命。孔雀岭的威力在30米以内效果最佳。这3种击扩类的顶尖暗器都十分难以打造出来。唐门的长老神将楼高用了整整5年才打造出佛怒唐莲、暴雨梨花针以及孔雀岭这3大顶尖暗器，并且为了完成最终的铸造，以自身投入炉火，才完成了这些旷世神作。子母追魂夺命胆这个暗器准确来说是属于击扩类和手法类暗器结合的产物，在击扩类暗器中排名第5。子母追魂夺命胆的外形是2个黑铁球，这2个铁胆是一起使用的，需要用流星赶月的手法发出，虽然是同时发出，但2颗铁胆却分先后，在前一颗即将衰竭时，后面一颗会骤然追上去，撞在前一颗铁胆之上，碰撞之后里面的籽就会爆发出数百枚化骨神针，一旦被刺中，毒素就会快速蔓延，所过之处骨化如棉。子母追魂夺命胆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者的魂力越高，威力就越强，它的威力关键表现在突然性上，用的越突然，毁灭对手的可能性就越大。毒斗罗就是用的这个暗器，给自己的老冤家举斗罗好看。小五献祭那一块的剧情中，唐三更是凭借它秒杀了武魂殿的6名魂圣。接下来讲的就是手法类的暗器，观音类。观音类的意思是连观音菩萨也要为之流泪，它在玄天宝录暗器百解之中永远排名在第1位，属
属于单体攻击，想要使用观音类有无数的前提条件，其中玄玉手、控鹤擒龙、鬼影迷踪全部都要修炼到巅峰，玄天功也要达到最高境界三化聚顶才行，同时还有许多其他的要求。观音类一旦发出，将抽空使用者所有的力量。关于观音类，唐三最多只是知道怎么使用这种手法，却并不知道观音类的原理，但他知道这是唐门最强的暗器，远远凌驾于其他任何手法之上的第一手法。用8个字形容观音类，就是无视防御，永不落空。观音类的形状就是一滴乳白色的水珠，这个水珠是将血液中的水元素抽离出来凝聚而成的。唐三还是封号斗罗之时，这是凭借的观音类贯穿了千仞雪的天使防御，穿过了他的心脏，所过之处心脏爆裂，心脉破碎。要知道当时的千仞雪已经成为了天使神，如果唐三发出的观音类中带有神力，很有可能就会要了他的命。不过即使唐三只是封号斗罗的实力，这一击也让他的心脏破碎，需要整整3天才能重塑好心脏。菩提雪，菩提雪在手法类暗器里面排名第2，也是属于单体攻击。它的穿透力不及观音类，但威力却丝毫不逊色于观音类。之所以叫做菩提雪，不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血色，样子又像菩提树的树叶，还有就是传说，就连菩提老祖面对这样的攻击也要流血。菩提雪使用时，需要将自身魂力注入到自身的血液之中，浓缩凝固，然后再以特殊的手法发出，落在敌人的身上就会产生出无与伦比的爆炸力。唐三在猎杀100万年魂兽深海魔晶王的时候，最后一击就是用的菩提雪命中深海魔晶王的心脏，一共9道红芒，每一道红芒落在深海魔晶王心脏时都会爆炸，直接就结束了深海魔晶王的寿命。追魂夺命阎王铁，阎王铁在手法类暗器里面排名第3，也是属于单体攻击。它的外形长仅1寸，通体漆黑的小针由七七49种草药炼制而成，效果2重，又称一铁双杀，拥有无解的剧毒，哪怕是在毒针入体的瞬间将肢体斩断，也无法阻止毒素的瞬间扩散。就算是唐三自己在使用它的时候，也要将玄玉手提升到极限，不敢轻易接触到它。除了毒以外，阎王铁本身的构造更加恐怖，入体之后它立刻就会破碎，散去毒素随血脉传递的同时，破碎的阎王铁也会跟随血脉直接攻入人体的心脏。阎王铁入体只会感觉到微微一麻，并不会带来痛苦，当感觉到不对的时候，就已经是死亡之时。当初魂力只有41级的唐三，就是凭借阎王铁秒杀了72级魂力的10年。1001夜，1001夜是暗器百解中排名第4的手法类暗器，想要施展1001夜，需要将其他各种暗器手法融会贯通才行。玄天功的修为也要在6重以上，并且要在短时间之内利用玄天功秘术激发自己的潜力，让自身的魂力总量提升3倍，瞬间发出1001枚暗器。除非拥有瞬间转移的能力，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够躲开他的攻击。而他之所以排名第4，并不是因为威力不够，而是因为想要施展1001夜需要的暗器太多，其次是手法练习极其艰辛，再加上使用秘术之后会虚弱3天才能恢复，对自身的消耗太大。正是因为这些缺点才会排在阎王铁之后。但其实如果只论技巧的话，1001夜可以说是所有暗器手法中最难的。在前世的唐门，能够施展1001夜手法的强者，最终都能使用唐门最顶尖的那几种暗器。好啦，关于唐门暗器的盘点，豆豆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啦。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想看的盘点，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豆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